Hello，大家好，我是99，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1+1。最近台湾医界有一项重大的判决引发了关注，台湾换肝名医陈尧利最近被法院判刑吊销医生执照，而且判决书显示他安排10名的台湾人到中国来换肝，目前8个人已经死亡，其中2个人术后当场死亡，1个人只撑了9天。而另外的事件最近被爆出，一名台商在中国被捕之后呢，几周内就死亡了，遗体不但是不完整，而且疑似器官遭摘取。台上的女儿去领取遗体，还遭到中国公安性侵，这不是传言，是有人出面作证的真实事情。那这件事情背后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黑暗内幕呢？台湾人到中国真的安全吗？就连不出国的你，有没有可能也会受到波及呢？台湾人前往中国工作、经商，又或者旅游，又应该注意哪些安全隐忧？我们今天一起来深入了解，所以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2位嘉宾，都是长期来关注公众议题的医生。那第一位是心脏血管外科医师吴欣岱医师，第二位是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世伟医师。欢迎2位嘉宾，2位好。99好，吴医师好，大家好。是吴医师你好，黄医师好。我们最近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其实真的非常严肃，但是一个是台湾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最近我们先请教黄医师哦，最近台湾医界一个大的消息，就是台湾的换肝名医叫陈尧利，因为中介台湾人去中国换肝被判刑，而且也废除了他的医生执照。判决书上面显示，他其实收取了高额费用。然后安排11个人到大陆换肝，目前8个人死亡，其中2个人术后当场死亡，那其中只有1个人活过9天。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讨论，但是我们首先要请教一下黄医师，到中国来换器官，死亡率真的还蛮高的。他们也一直声称自己的技术很好啊，而且发表很多的器官移植论文。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的内幕呢？黄医师？我想这个案例是这么说了哈，就是说，事实上大家看到说陈医师好像介绍了那个11位病患到大陆换肝哈，事实上真实的数字通常都10倍以上了，好，就是说，所以你说有这11位病患有8个人已经死亡哈，2人当场死亡，1人只存活9天，那有一点 selection bias 就选择偏差了哈，因为这11个人某个角度来讲是在检察官面前愿意参与控告那个陈尧利医师的。好，那其他很多病患，检察官也讲，他们也询问其他病患不想谈这些事情，那检察官就没有再去追究了哈，或再去了解更清楚哈。所以事实上，通常来讲，起诉只是冰山一角。好，所以有人说，只有1000万啊，事实上它只是冰山一角。那真实的案例通常都10倍以上，好，是非常庞大的。好，所以这10个案例里面，确实11个案例确实死亡率很高，那是不是其他的也一样？我想还不能够这么说哈。但过去来讲，我在2009、2017年那时候有发表一篇论文哈，当时候是从台湾的健保资料库，然后我们去研究从境外换肝换肾回来的病人，那跟国内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好，那当然，当初在做研究有一块，就是说我们一直查不到上是在境外死亡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换肝换肾的病人，又是换肝，很多人事实上就没有回到台湾了，家属带骨灰回来，好，那这样的案例事实上在肝脏移植还不少，好，但是实际上真的没有办法统计，好，那我们当时候就发现说，回来的病人有一个特色哈，就是说有一次换肝的里面哈，有一群是肝癌的病人。那这些人在5年内50%都已经死亡了。好，那从某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知道哈，我常在讲，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本身就是带有非常浓厚的一个商业色彩。好，这是一个利益导向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它里面有2块极端，一块极端就是说，事实上病患还不大需要换，好去换。那当然更早换，病人身体非常好的时候，换起来成功率当然很高。好，那这些人去换，代表一个意思就是中国的器官非常多，好，所以可以提供给这些人，好，也是一个商业的品质，好，商业的一个特色。另外的情况是说，病人根本不适合换器官的，它并不符合我们国际我们一个医学上我们叫 indication 适应症，可是呢，他却去换器官，
好，那这样的人事实上回来之后情况都不是很好，死亡率很高。好，所以我们当时就发现说，肝脏移植里面有一群，好，大概有60%的人都是肝癌。那60%的肝癌里面有50%的人，好，5年内就死亡。好，那代表是这些人事实上不大需要或不适合去换器官，换器官反而会加速他死亡。那这些人呢，都到中国大陆换器官了。好，这是我们当时就发现的一个现象。是，其实黄医生您刚才在解说的时候，让我回想到，其实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有一些影片里面，就是其实这个病患他看起来他的情况并不太需要换，但是医生还有建议他说推荐一下，你不把这个器官换了，所以这个听起来呢，就是就吻合刚才黄医生您提到的，就是有些人他其实不太适合换器官的这个身体，结果他接受换了器官，然后状况确实不好。那么黄医生，我们进一步再请教您，像这一类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其实我想台湾也不少。刚刚提到，这其实陈尧利医生他其实只报道出来，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我想其实数量应该还是蛮庞大的。那么据过您了解，这些人回到台湾之后，最常出现还有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想以健康来看，回来最多的比例是回来得到癌症。好，回来得到癌症是最多的。那当然有一些是感染，有一些感染，那有一些排斥，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像肝脏可能会有胆汁，那个血管胆管缝合不佳引发的漏血，漏胆汁，国际上都有在报告。好，那在台湾上最多的还是因为术后一些并发症，那回来之后呢，得到癌症的比率蛮高的。像当时我们看换肾的病人回来很多，后来得肝癌，得泌尿上皮癌。那换肝的病人很多回来，但是很快肝癌就复发了，或者说肝癌很快就全身转移了。好，那甚至有些回来的，发现后来得了肺癌，好，后来一发现，术前可能就有了。那这样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病患到中国大陆换器官的时候，中国大陆医师不大可能去帮你做完整的评估。好，对他们而言，就是说他们只是说确定你可以换器官，好，他们能够帮你换器官。那你能够拿得出该付的钱，好，他们就会帮你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回来为什么很多人得癌症？好，那我们知道说回来的病患必须大量使用抗排斥药物，那本来癌症几率就高，所以你必须在治疗前确定他没有癌症，或确定他的癌症已经过了不会再复发的时间，你才可以帮他换器官。好，可是这些人到中国大陆换器官，因为它完全是中国大陆完全是一个商业考量比较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回来，那就会得到癌症。好，那感染也好，或者说其他问题也好，都会有这些问题。好，那事实上我从观察那么久，我常常在讲中国大陆有一个情况，在2000到2006年，事实上是一个买方的市场。好，当时候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刚要起步，然后起步的时候，它技术在成熟当中，可是当时候是一个买方的市场，所以当时候有庞大的司法共体，也是庞大法轮功学院，然后当做一个共体来源，所以当时候价钱很便宜，然后器官的品质很好，所以器官品质很好是指说它的冷却血时间非常短，好，然后再加上说它的那个器官都是年轻的非常好的，所以当时候确实很多病患去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甚至于说他有需要可以，我之前讲了一个这个8个肾脏的故事，就是在说当时候的环境下器官实在太多了，但是07年之后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器官一直涨价，另外器官的品质也没那么好，因为从集中营出来的司法共体已经没那么不够多，好，所以当时候这个乱七八糟，我们就说07年之后，中国大陆乱七八糟的共体越来越多了。好，那所以07年之后去换了，反而很多人共体就不会再那么好了。好，这是一个现象。是，刚才其实黄医生您提到，就说现在的就是器官，当然在中国大陆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有很多的年轻人失踪。那其实外界也怀疑说，这个其实跟中国他们现在在中国大陆中共他们的活摘器官的系统是有关联的，有可能是他把这些年轻人然后被相中了，也是过去黄医生也跟我们提过，他被相中了，结果就被抓去然后器官移植。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中国大陆
可能分分秒秒都在发生。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请教一下吴医师。吴医生，我们知道您其实长期关注公众议题，而且呢，您昨天还去参加了一个听证会，非常重要的听证会。我们等一下会跟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先来请教您，就是地方法院认定陈瑶丽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他处了2年徒刑，缓刑5年，还向公库支付了500万元。同时，关键的这个消息就是他的医生证书也被正式的吊销。我们知道您过去就一直在追踪这个消息，同时呢也向公众发声，所以这次我要特别请教您，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判决还有处置呢？是吴医生，我们好像听不见您的声音。有，我打开了，这样有吗？哦，可以，听得见。好，那您可以直接回答，谢谢。好，其实陈瑶丽的这个判决出来的时候啊，一审跟二审我们都还蛮关心的。那其实除了法院判决之外，最关心的就是到底会不会有地方的医师公会开医师惩戒委员会，赶快处理这件事情。好，那不过看来一审的时候是一直没有这个消息，那二审之后有听到说终于开启了这个地方的医师公会审议，但是在地方医师公会审议的时候，因为彰化医师公会在地方的层级，它其实开会的会议记录不是透明的，所以后来做出来的惩处就是不用吊销医师执照，也不用吊销医师证书，它可以继续行医。但是呢，后来又进入到这个中央卫福部这边，在中央的考量之下，卫福部的委员有顶住这一个外部的压力，所以就最后决定要把陈瑶丽的医师证书直接废除。所以他就是医师证书废除的话，他就之后真的没有办法再当医生了。那我觉得这个在医疗的算历史上面是一个蛮棒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说我们在伦理道德的边界之下，选择立给全世界一个范例，说台湾的医疗行业是不容许这件事情存在的。那一旦有了这种器官中介，把人命视为有价格的这种行为跟伦理道德观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当医疗人员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卫福部真的很值得肯定。那我想他地方会有这样子的判决，跟中央会有不同步的状况，其实也跟我们过去长期的这个医师有一个业必归会的制度，就是你要在该地的县市职业，你一定要加入那个地方的那个就是医师公会，你才有办法执业。所以其实在同一个地方的医师公会，彼此医师都是会互相转诊，或者是开医学会的时候都会遇见的。那在这种会常常有往来交流的时候，其实在医师惩戒委员会就很难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伦理判断，常常会因为人情或者是彼此之间的压力，导致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候，中央的主管机关有办法发挥效用，其实是非常值得肯定。是，其实真的是，其实您提到说，这个是为台湾医疗界树立一个极佳的防线，也可以让民众，就是也可以维护民众的一个健康。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线，所以我想您说的非常好。所以另外我再继续请教2位，就是有人说陈瑶丽是帮助患者，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哈。就第一个就是让他们可以得到器官啊，也有人惋惜说，哎呀，台湾失去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所以关于这个观点，我想请教一下2位，其实怎么看呢？我们先从黄医生，您怎么看呢？我想这个应该这么说有时候伦理跟法律，一般的民众并不会非常的清楚。好，那但是对医师也好，或法律人员也好，他应该非常了解伦理跟法律的价值，跟伦理法律为什么会这样定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器官捐赠、器官移植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辩论过、讨论过它的价值。当时候就特别提到，必须是一个自愿利他的价值。它代表是人性尊严、公平正义、团结互助，然后是一个生命的消失带了一个生命重生的喜悦。所以器官移植非常特别，就是它有2个价值，一个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不只考量到一个受赠者，我们也要考量捐赠者，这互相考量的。可是当器官移植手术出来之后，就知道说，虽然它价值这么高，可是呢，因为这个需求，所以一定会出现一些比较非法的，比较不合乎伦理的。所以当时我们定这个价值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谁要守护这个价值，最重要是靠移植的医师，靠医师来守护这个价值。所以我们当时对医师就很多责任跟伦理的要求。医师对社会有责任，对捐赠、对受赠都有责任。
好，那对法律和伦理有责任，所以医师必须有一个独立责任，好去确保移植的器官是处于那个合乎伦理的。好，所以当初我们在对于境外移植这一块，好，我们知道从日内瓦宣言，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移植指导原则，好，到世界卫生大会，到伊斯坦堡宣言，好，到世界卫生组织预防移植犯罪声明、欧洲理事公约等等，都有考虑到医师的责任在哪里，所以也定得蛮清楚，好，就说医师有6项具体责任。第一个是只要境外移植，好，他特别提到对器官来源供体同意或移植程序有疑虑，医师就不得介绍、转介、联系、安排或协助，是不参与的。第二个要查证，第3个要举证，第4个要告知，第5要记录，第6要通报。我们可以看好，这是整个国际对医师的要求。好，所以我刚刚提到不参与，再也是要查证，医师要负有独立查证的义务，不能只依赖中介、辩人或境外医院片面的说法。所以一个台湾医师，你要介绍病患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不管任何形式的介绍，你必须保证这个器官来源，这个器官是合乎伦理的。那第3个对器官来源不透明国家呢，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参与者，所以台湾的医师你必须去举证中国大陆的器官，这个器官是合乎自由、知情、无偿、可追踪的，责任在台湾医师身上，不是在大陆医师身上哦。台湾医师也有这个责任。然后接下来你要告知，好，你还必须要告诉病人器官贩运、强摘器官刑责、健保限制等等，好，你要充分告知病患。然后你在记录当中，病历记录当中，你必须留下好风险告知、拒绝中介、好建议合法替代方案的记录。最后呢，如果你知道了，你还必须通报。好，若病患已经赴境外移植返台，你必须依法协助通报与登录，不得协助隐匿。那所以我在讲，就是说整个国际社会或整个伦理对医师有这6项具体责任，所以有时候不大像民众所想象的，好像医师好像没有什么责任，好像说好心啊或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医师在伦理法律是有具体责任的。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啊，就是有很多在国际上啊，其实医生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有救死扶伤的责任，同时他也要保护民众健康的责任，还有包括刚才黄医生跟我们讲述的这个6大责任，所以并不是我们有时候民众自己去想说啊，他可能是这样那样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我就再想请教吴医师，您是怎么来看待民众这样子不同的声音？那你的观点又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坦白说，不止民众有不同的声音吼，在陈瑶丽的案件被曝光之后啊，连中部，特别是在中部的医疗圈的医疗同业也都有不同的声音。很多人会说啊，陈瑶丽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对他们很温和亲切啊，会教学啊，等等等等的，真的觉得不是一个坏人。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分成很多个层次去谈啦，包括说，其实我觉得在器官买卖的这件事情里面呢，他的买家也同样是整个制度上面的受害者。因为你想想看哦，在不管是肝衰竭、肝癌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肝脏病变之下，其实知道这个患者他的预后以及严重程度的医师绝对比患者更加清楚。那今天如果一个医师本着他有的专业差距，在一个可能已经没有生存希望的患者非常惊慌、非常绝望之际，告诉他前面可能有一个希望之光，可是你要走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付高额的金钱。那这个医师又会从这个金钱里面抽成，那其实这整件事情就是在剥削一个即将面临死亡的人。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就在道德上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站得住脚的地方。也可以从陈瑶丽目前这个法院判决的案件看得到啊，就是11个患者里面有8个都是立即死亡嘛，然后后面的几个其实也病程不是那么乐观，不是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整起事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只要器官买卖这件事，像黄医师讲的，它不是一个本着互助、本着大爱主动的去捐赠的这个行为，只要有掺杂任何的利益结构在里面，我认为都绝对是在伦理上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因为一旦利益掺杂在里面之后，它所有的这个巨量的商业模式，其实会让每一个人在这个各种很细微的道德判断之间都会走偏。所以我其实对于陈瑶丽医师
的这个案件，我有很多很细节的想象。当然，这个没有在法院的判决书上面被证实，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让大家去讨论的。比方说，陈瑶丽她手上有这么多个肝脏疾病的患者，那他是怎么选择哪一些人要告诉他中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可以买东西的旅程？他是选真的病况适合的人，还是选择特别绝望的人，还是选择有经济能力的人？其实这个我们都不得而知嘛。那一旦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公开透明，没有办法保障他去中国之后接受这个手术医疗行为上面所有的风险的话，那这个医疗人员做出这个建议，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呀。是，所以其实是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哦，当然很多外人、很多各方面的民众都在讨论这个议题，包括很多医学界可能也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可是就一个声音真的是没有被听到，就是家属的声音其实几乎是被掩盖的，但是被淹没在这些声音里面。但是他们的声音我们有听到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因为关于火灾，最近还有一个让很多人都非常震惊的消息，包括我个人，就是我前一阵子采访，也是采访黄医生，就一个台商在中国突然间他被抓了之后，后来几周之后就死了，不仅是遗体不完整，疑似被活摘器官，疑似被摘了器官，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我们不能说他是被活摘，但是被摘了器官，结果他的女儿去领取这个遗体的时候，遭到中国公安的性侵害。我相信两位可能都有看到这个事件的报道。那因为很多人听过活摘的人就会认为说活摘只针对中国人，但是没有想到连台商也遭殃了，而且这是好几年之前的事情，但是现在被爆出来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两位怎么看这个情况，说是不是说现在连台湾人都还就是也不安全了呢？可不可以请两位帮我们解析？黄医生您先请。我想台湾人在中国大陆，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安全过，好，应该这样说。所以对很多台湾人来讲，他们也知道两个道理，一个叫做富贵险中求，去中国赚钱真的是富贵险中求，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安全，所以他们很多人都留了很多后路，怎么把钱移出去，然后怎么把钱藏在海外，然后怎么样能够小心谨慎，然后很多人也做这个事情。但是确实还是有些人，那还有不少人，上次我常在讲，事实上是被相中，或者是有人就是要剥夺你的财产。所以我们看所有台商被迫害的案例，后来你再回头来看，几乎都是被你的亲朋、你的好朋友、被大陆人、被你的所谓的你的朋友们给相中了，然后人家就谋财害命，或者是说就想办法夺走你的什么事情。所以我常在讲说，事实上就算被摘器官，很多人说路上随便抓一个人，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事实上都是被相中。好，那被相中完了之后，做了一些该做的检查，该怎么样，然后就被拿走器官，好，或者是说他被财产剥夺，然后甚至于失去生命。我想整体来讲，在中国大陆，只要说死因不明，迅速被火化的，好像中国大陆自己法律是允许家属可以详细调查，可以找法医，可以有各种申诉的管道，甚至于还可以允许你带遗体回台湾。可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是迅速被火化，让你看一下遗体就说好了，要立刻火化，要你整个带走骨灰。像理论上这都不大正确，可是我们都可以知道，只要是迅速火化带骨灰的，几乎都有一些问题。好，进入问题。那中国大陆也是很奇怪。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了，事实上在中国常常都是你自己的生命、人身安全，包括器官，事实上被谁相中了。所以常常来讲，很多人也不大敢去中国大陆医院看病，不大敢在那边采血，不敢在那边做体检等等，都是有原因的。因为知道整体来讲，台湾人在中国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我常在讲说，最没有保障是中国人，再就是港澳跟台湾，再就第三个就是海外其他的华人，反而外国人才比较有保障。在中国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觉得只要是华人，他就是祖国，你都归他管。那他有权利剥夺你任何东西，因为你就是华人，你就是他就是你的祖国这样子，所以他就强加祖国在你的头上。
是，其实说到这件事情，我们刚好有一个观众他在线上，他提到说，台湾的医疗这么好，为什么要去中国呢？有两位可以帮忙回答这个问题吗？这个话题有没有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台湾的医疗这么好，为什么要去中国？对，来，黄医师先说。好，黄医师来，我们先回答一下，帮忙回答一下观众这个问题。我想没有台湾民众想去中国看病的啦。好，应该事实上都是因为台商你在中国工作，在中国就业。我常在讲你只要在中国工作、就业、就学，事实上你就让自己陷入一种风险当中。好，那你工作、你就学，你就必须参加体检，你就必须做一些检查，你就把你的资料暴露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好，那接下来说你偶尔总是会有急性需要看病，那这时候两个了，你要在中国看病，还是赶快立刻跑回来台湾？好，那很多人不得不在中国看病，因为他就在中国工作。好，你又不是大老板可以随时飞来飞去的。好，那这时候你就把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好，那我想很多台湾人都知道，当然还是有一些人不大清楚，或者他就是相信共产党。好，他就想相信共产党，那他就把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常在讲在中国大陆会出事的几乎都是相信共产党的人。好，只要你不相信他，你就会做很多准备，好，随时跑掉，随时做很多准备。只要你相信共产党，共产一定可以在你相信的地方让你栽跟斗，甚至让你失去生命。历史上一直都这样告诉我们。是，我想刚刚黄医生讲的，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前阵子也是有人去到中国，然后就做体检，他在中国工作做体检，结果他叫他去做什么样的手术，结果他回到台湾检查，他的身体一点状况没有，心脏非常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案例之一哈。那我们还是请吴医生，吴医生您刚才提到就是关于这位观众提到的问题，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我觉得会去中国，如果是他不是在中国生活、工作、念书，然后突然有疾病要去医院，如果特意是飞到中国，应该就是特殊有目的嘛。比方说像之前的艺人 Tank，他就是因为在中国可以拿到心脏跟肝脏，所以他才飞过去那边开刀动手术啊。好，那我分享一个台湾自己的实例，因为我是公费医师啊，我们有很多公费的学弟妹、学长姐在离岛卫生所工作。那其实，在金门马祖工作的医师啊，都常常会分享说，很多中国人会坐渔船，拿着台湾人的健保卡来请医师开药，然后把药带回去中国吃。一方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比较信任台湾的医疗体系。那我觉得台湾的医疗体系，其实光论技术而言，台湾跟中国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一些先后的差距，但是论整体的医疗制度的健全性跟医疗人员的伦理道德的这个稳定性，我相信还是台湾普遍比较得到信赖啦。是，我想所以就说，其实因为台湾的医疗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有名，大部分人都连西方人都想要去台湾做一下体检啊，做一下检查，甚至做治疗。我想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是，黄医生。对，我想这几年确实，大家如果说真的去中国接受医疗，通常是两块领域，一块事实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器官移植，另外一块领域上是再生医学。好，我们知道再生医学很多需要胎儿的组织，中国大陆确实在胎儿组织里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好，做了很多不大能做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去那边说要还脑还童，好，需要用再生医学，用各种事情，这几年确实非常多。实际上也把自己暴露在另外一种风险当中，因为不只是伦理的风险，有时候疾病的风险都是存在的，因为它要用很多活的细胞，用很多的胎儿组织。那当然中国大陆常讲一句话说，我们是做口碑的，所以我们不会让你陷入在医疗风险当中，他们常讲这句话。从我一开始我记得器官移植在2000年到06年，当时候他们鼓励台湾病人过去的时候，常讲这句话，我们做口碑的，好，我们希望长期合作，一条龙长期合作，所以我们做口碑不会让台湾人陷入医疗的风险当中。好，那再生医学也是一样，这几年非常的流行，那他们也会讲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有医疗风险，但是我们是做口碑的这样。哇，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非常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的伦理风险。
是，这个听起来里面就很有内容。我觉得如果您是聪明的人，应该不要相信这些内容。好，那另外呢，好，我们关于就是台商在大陆的这个情况，他的女儿就是后来到中国大陆去领取遗体的时候，竟然被公刊性侵害，这个部分吴医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台湾跟中国现在没有两岸的引渡条例嘛，那也没有任何司法互助的机制。其实这个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断掉了。所以台湾人在中国如果面临到任何司法刑事犯罪的案件，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令人放心的官方管道可以去求助。所以我觉得那边就是一个拳头比人大的世界。那你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然后怎么样透过关系避免一些可预见的灾难，这个可能就是台湾人要去中国需要面对的风险。所以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包括说里长啊，或者是学校、社会组织会定期的带这个里民或者是会员到中国去旅游。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的人来说是一个蛮高风险的事情。是，其实这个部分呢，我想很多人最近也在各个媒体都看到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失踪啊，然后也没有，就是其实这个是会有你人生遭遇什么样的危险，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处理的。这个部分还是要特别提醒你，经常往来中国大陆，不是说你不能去，而是你自己的人身安全，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那我们再继续回到刚才讲到这个台商的悲剧啊，传出来之后，很多的网友都分享他们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经历。那像有的人在中国的医院啊，被说身体有问题的，就回台湾，台湾医生说没问题。那最近有一个报道哦，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有一名女士，她观看了纪录影片，叫《国有器官》，我想在前一阵子，在台湾还是蛮受到关注的。她回想起自己曾经在中国工作的一个生活经历。那有一次在医院抽血做健康检查之后呢，医生告诉她说她的心脏有问题，建议要在当地进行治疗，然后随后就被当地的政府调查。差一点没有办法离开中国，回到台湾之后，他陆续找了很多的心脏权威医师求诊，经过精密的检查之后，结果他显示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黄医师，我想请教一下您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案例呢？这种案例蛮多的了，我们在网络上也好，或者很多新闻媒体报道也好，那都会有这样的事情爆出来。我常常在讲，这种事情爆一件背后可能有10件、100件都有可能。就事实上是蛮常见的。那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我还是觉得中国大陆中国是一个非常不透明的国家。它是一个不透明的国家，所以到底在做什么，很多时候并不清楚。那当然那个像这个案例来讲，你看一看就说他一定是被盯上，那到底是怎么被盯上，我们很难说。我们很难说到底是金钱还是你的财富，还是你的身体，实际上都是有可能的。很多可能是盯上你的金钱、财富、你的身家、你的身体。所以通常来讲，很多台湾人只要有警觉，你发现你被盯上了，很多人就知道要赶快绕跑。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我记得我之前很久以前有个朋友也是一样，他弟弟在中国大陆有一天突然间绕跑，立刻回来，然后身家全部丢在中国，回来什么都不敢说。他姐姐一直问他说到底出什么事情，他什么都不说。那很多台湾人有时就这样绕跑回来。那事实上这还是比较警觉的，他已经发现不对的。所以我们从很多台商在中国被迫害的案例当中也发现一件事情。一开始很多人是财产被剥夺，然后等到后来呢，可能你生命都要被剥夺，所以你必须在生命被剥夺前赶快回来台湾。那有更多常台商也讲，有更多台湾的流民在中国大陆可能失去财产的，失去什么了，最后沦为流民，在中国大陆流窜的。那很多台商也反映说，事实上是相当多。那这些人的结果一定是非常悲惨的，非常悲惨的，就跟中国大陆的底层百姓一样，最后一定非常悲惨。那到底有多少？我相信我们政府也没有什么统计，我们也不清楚。是，我记得我过去曾经听说台湾受迫害协会的理事长也跟我们分享很多，就是台商在中国大陆，那可能遭遇到某些情况的，不管是包括您刚刚提到生命啊、财产啊各种方面的威胁，后来真的是
逃离中国之后回到台湾，有些是幸运的，那有些就像刚才黄医生提到，他就变成台流。台湾在中国的流浪汉，所以我想这个数量真的是我们可以预见，但是我们不太确定到底有多少的分量。所以我想，其实啊，中国说到这个部分，中国其实把原本救人的医院变成最危险的地方。我想因为两岸现在还可以算是自由来往，如果现在真的民众要去观光或者是出差，也会被盯上嘛？请教一下吴医师。我觉得当然是因为我其实昨天去参加听证会，我才听到那个一个分享是说，原来中国现在就连大学要毕业拿到毕业证书之前，都一定要抽血做检查，要留记录。所以我相信一定在各种制度上面的关卡就会需要留下自己的一些不管是血液的记录啊、DNA 的记录等等的。那这些事情当然非常有可能发生，但是我想要谈一个是更大的医疗制度跟道德崩坏的状况。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几个月之前的北京的那个协和医院有一个那个肖飞医师的。可以说是小三事件，就是患者已经麻醉之后啊，躺在手术台上面，然后胸腔已经打开了，结果因为动刀的医师跟那个麻醉科的护理师起口角，然后医师就愤而离场，然后让那个病人被晾在手术台上1个多小时。那这件事情一开始只是一个算是纠纷，好像一个八卦在被传。但是越传越深入之后，就发现起口角的原因是因为这位肖飞医师他的小三是一个就是透过他们叫做4+4的方式进入到协和医院，而且他的4+4的方式就是说，你前面这4年的大学可以不用念跟医疗任何有相关的科系，那后面再念4年它其实是仿照像是欧美的那种后医制度。但是问题就是啊，中国他后医制度学得不好，就靠那个特权关系进入的非常多，所以这一位医师就被爆出来说他是念经济系，念完之后又念了4年之后就直接到协和医院当博士。好，那论文看起来也是代笔的，那就发生非常多那种医院里面的可能官2代、正2代，只要靠关系就可以在非常高阶的主管位置，然后掌握患者生杀大权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在一个不是靠制度、伦理规范跟法治堆砌起来的一个领域，它就算是在科技上面，因为它破坏伦理道德的这些实验取得再怎么前面的进展，也很难让人类有办法相信它会得到好好的对待。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崩坏跟失去人与人之间信任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全体的整体的状况，整体沦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止台湾人、中国人、香港人应该也都深有所感。那其实我之前在陈尧利医师案件之后，我就陆续办了几个相关的讲座，就是去谈器官买卖的事情。那里面也会有很多香港的好朋友来嘛。有一次就有一个香港朋友来，然后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啊，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觉得我们讲座的内容怎么样啊？跟你们香港这边听到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那香港人就说，我觉得你们台湾人怎么还在聊这么久以前的事？我们香港人早就不把它当成新闻了。他说香港现在大家在传的是有那个行动火化车在路上，所以最后会变成你如果被抓走拿了器官之后，你会直接被火化，所以你是没有任何一点证据遗留下来的。所以未来就连有活摘器官的这件事情，我们都很难去证实。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状况已经有些是我们连想象都很难去想象的了。那我相信大家在用逻辑用一些尝试去推论的过程之中，我们也要赶快积极的推出一些方式来跟这样子的价值观跟道德崩坏的群体做出一个区隔，然后尽量避免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医疗人员受到这样子的影响。是，我觉得吴医生你刚才后面讲到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就不可以被这样子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然后被他们入侵，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想想看，一个移动的焚化炉在街上，这代表着什么？这有什么可以做的呢？为什么要有一个移动的焚化炉在街上呢？所以这个是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实跟真相。我觉得所以这期节目真的是相当的重要，而且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如果您看到这里，你觉得你听到这些内容，你觉得非常震惊，可是可能我们还有很多还没谈到的，所以记得把你今天听到的分享给您的朋友，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好，那接下来我还是要跟吴医师讨论，因为昨天吴医师您去参加打击防治器官火灾的公听会，那吴医生您身为这个公听会的综合语坛的发言代表，你参加完整个活动，有什么样你觉得大众还应该要了解的事情？你有哪些提醒？首先，我想表达一下台湾有这样的公听会真的非常好，非常重要，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这个活摘器官的罪行，也可以避免更多民众在无知中受到伤害。所以非常感谢您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那您可以跟我们提醒一下吗？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立法委员2位，是民进党的刘建国委员跟民众党的陈昭姿委员，可以举开这样子的公听会，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它其实在台湾目前的选举氛围上面，其实不见得是很多人关注或者是会有选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可以召开这个公听会。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社会讨论到现在应该已经慢慢的往前，要从还在争论这个是不是一个阴谋论、没有证据的一个传言的这一步，可以再往前了。是我们已经很确定这件事情有发生了，毕竟陈瑶丽的案子都已经判决在这边了。那既然确定这件事情有发生之后啊，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像前面这一题，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台湾人的价值观跟中国这边的价值观做出一个明确的区隔。所以其实前一阵子我也有公开的讲过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些在做器官捐赠的代表，他有说一句话，他的这个逻辑是说，因为台湾的器官的捐赠需求还很高，那在供需还没有达到平衡之前，会有一些国人前往中国买器官，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一句的逻辑其实乍听之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台湾其实缺锌、缺肝、缺肾，正在洗肾或者是正在做一些心衰竭、肝衰竭治疗的患者，其实非常非常多，全世界都非常多，所以这个东西是永远不可能达到供需平衡的。那第二点，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在应该是2025年的时候，金正恩、习近平跟普丁在一个会面的场合看中国阅兵的时候，他们3个聊天，那个麦克风忘记关，被 BBC 的记者录下来。他们在聊天的内容就是一起看着这个在很年轻阅兵的中国的军人，习近平就告诉2位独裁者说，其实现在人类如果要活到150岁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器官移植已经非常方便，没有副作用了。他们言下之意就是说，其实在一个独裁国家，它是可以无限制的利用他们制造出来的，不管是婴儿或者是受囚禁的良心犯，这些人当他们的器官来源，让他们的寿命无限增长的。所以我必须要说的是，台湾人会觉得说，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它会有一个样貌，但是当这个样貌越来越被中国独裁的这一种无限制的权力扩张给取代了。假设你今天认为你只要有权利、有能力、有钱，你就可以活到150岁的话，那是不是没有活到150岁，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剥削，也是一种让你可以去剥削其他人类的借口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价值观对错必须要被理得非常非常清楚。那在昨天的那个公听会里面啊，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对于器官买卖这件事情的讨论往上拉一个层次，就是它是一个全球的人口贩运跟迫害的行为。那它不只是金钱的往来而已，它同时也是政治权利或者是其他的权利交换。所以我在公听会里面有举一个例子，是说马来西亚现在最高领导的苏丹叫做伊布拉辛，他其实在12年前，他的3儿子是一个王子就因为末期肝癌，所以在中国得到了一个肝脏捐赠。那他在确诊肝癌到得到肝脏捐赠不到1年的时间，但是他接受这个肝脏的手术，其实也没有延长他的生命，因为开完刀之后也不到1年他就过世了。但是虽然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造成他的生命延续，其实对他也不见得有帮助，甚至让他接受了一个很痛苦的手术。但是呢，中国提供一个肝脏这个动作，就让苏丹最高领袖的这个伊布拉辛是永远欠中国。所以像这样器官外交的情形在12年前就可能布局在某一个政治人物身上。那12年之后，当初布局的这些政治人物在哪些国家、哪个领域掌管什么样的权利，其实我们
是不可能可以每一个都知道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团结共犯结构之外，所有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的人，一起来建立一个主动监测，然后有办法去更加让我们了解这个整体商业模式，这个可怕的反人类的产业它的全貌，然后一起用民主的方式，用更多的资源去对抗它。是，我想其实刚才就是吴医生提到的一个很重要，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其实是建立我们的社会很多重要的人跟人互相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关爱的一些基石。我觉得其实不是说中国人不好，可是中共的这种体制统治之下，就是真的把很多的。我觉得把很多的价值观都给扭曲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民众其实本身就是受害者，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真的是非常明确，同时把这个价值观给树立起来。然后我觉得是这个区隔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个很重要，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你有在看直播的朋友，真的是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真的是有不太对这件事情不太了解的，我觉得你对他一定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这样说为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为善。好，那另外我再回到再请教一下两位，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可能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不要去中国就好啦。但是现在还有一个让很多台湾人也就担心的事情，我想我们提出来，这可能是目前台湾人是知道的，就是立法委员叫陈玉珍，他推行了一个叫离岛建设条例，这个叫修正草案。被民间痛批是开放中国医生还有中国产品来到金门、马祖洗产地的恶法，因为里面呢讲到要包括在离岛设立国际医疗特区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你可以细思极恐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法案呢？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法案一旦通过，有没有可能拉垮台湾健保资源，还有医疗品质，或者是说比较严重的，万一发生医疗纠纷，或者是神秘失踪的事件，台湾现有的法律可不可能管不到，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保障台湾人民？黄医生，您先跟我们解说一下。我想大家应该知道那个共产党的本质，它的本质我常常在讲，它叫偷窥，它就是要掌握所有人的隐私。我们常常在讲说法律道德，道德是归上帝管的也好，或道德是归谁管的，归神管的。那法律，共产党从一开始他就是认为自己就是神，那自己要掌握所有人的隐私，所以只要你到中国，你就要所有的隐私都没有了。那你让中国大陆的机构进到台湾来，医疗机构，事实上我们民众的隐私就完全被他掌握了。你就完全把你的隐私暴露在下面，所以又完全影响了我们民众的隐私，没有任何的保障了。那再来就是说，你引入中共管理体制，那中共管理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它是监视所有员工、所有同仁的言论自由，所有的道德规范、道德言论等等，都是它管辖范围内。这也是过去来讲，大家都不大愿意被中共管，或被中共的官员管。甚至于说很担心领导上面的人是中国人的关系，就是你的言论自由、你的隐私可能都没有了。好，那再来就是说，事实上两岸的伦理价值事实上是不大一样的。我常在讲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医师，所有的官都是共产党员。那共产党员有他们自己一套，我就觉得就是一个黑帮组织的一个架构，那黑帮组织的一个道德规范，你永远不能叛党，你要保守党的秘密，执行党的决策，他们党员就这样宣誓的。可是你让这样的人进到台湾来，然后甚至成为管理者。我记得当时福茂一开始就讲说，医院可以进来，他可以买我们的医院，但是只能够带5个主管。当时政府还讲说只是5个主管而已，不会是所有的主管，不会说医生进来，只是5个主管。上某个角度来讲，你就让台湾人被陷入到被中共完全控制管理的一个状态下。那他们执行的绝对不会是我们的法令，他们执行的都是党给他交代的任务。那所以我才讲说，事实上你让他们进来，台湾的就医，台湾人的很多隐私、言论自由都会消失的。
是，其实刚才黄医生你在分享的时候，我同时想到，那民众比如说这个医疗体系全部他都可以，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医疗体系我们可以他已经进来台湾，那所有台湾的验血报告就是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他随时可以锁定任何一个人，这听起来就相当可怕。好，那吴医师呢，您怎么看待呢？其实一开始啊，我一直在关注公众讨论嘛，所以一开始这个法案被提出来在讨论的时候啊，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中国医师要来拉低台湾医师的医疗平均啊、医疗水准啊，那很可怕呀，中国医师会乱开刀啊、乱开药啊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其实中国医师拉低台湾医师平均这件事，可能短期内还不见得会发生，因为其实台湾的医疗制度上面一直常常有这种，比方说之前有那个国外医学生学历的事情嘛。那我觉得台湾的大部分民众也很关注这些议题，所以他如果有意识到离岛可能会有中国医生，他自己可能就不会去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会是我第一个的隐忧，我第一个在想的反而是前面我们题目有讨论到的说，很多中国人会搭渔船去盗领台湾这边医生开的药，就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对台湾的医疗水准比较有信心，那他们来拿台湾医师的药，其实台湾的医师大部分会有防范，他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人怎么长得跟健保卡不太像，然后听讲话口音又觉得应该不是台湾人，不是金马这边的人，所以就不愿意开药给他，或者是会挡啊，就是不要开太昂贵的药啊，或是一次开3个月等等等等。但是呢，我相信中国医师来离岛的话，他绝对不会有这一丝考量，因为台湾的健保是我们自己的珍惜的东西，是我们共同体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制度。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他去剥削这个制度，他完全没有负担呐，所以他就会替这一种要来滥用、滥开药物的状况开了一个很大的门。那以后假设变成中国的渔民来金马拿药一条龙的话，那岂不是真的就是耗损了非常多健保资源嘛？那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啊，因为台湾的健保会有一个很大的特性，是我们有98%的医疗院所都是健保特约的医疗院所，所以你只要有使用健保做的检查，无论是抽血、X 光、超音波各种，你都可以存到健保的云端资料。那只要医师有医师人员卡，然后拿到这个患者的健保卡，他就可以上网读到你的所有隐私、所有资料。所以这个东西会不会外流出去？那外流出去的话，会被拿来做什么用途？其实都会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点。那其实也不止金马，因为台北之前在那个双城论坛的时候，台北的市长就跟上海签署了这个智慧医疗相关的合作条例，所以那个东西其实让我们一直很紧张。那因为台北算是一个说首都花了很多的资源在Big Data 它的大数据或者是人工智慧相关的一些领域，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的隐私性跟我们在发展这个比较高阶的一些科技领域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相对保守的规范或者是 AI 主权的观念，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蛮需要资源讨论。但是就我目前看到，无论是中央或者是地方的公部门，其实对 AI 对于健保隐私这件事情都没有很普遍的认知。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恐怖，就是您刚提到这个我们的医疗隐私，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要。我觉得比较现实一点的，台湾人可能会想说啊，我自己用这个健保，有时候我可能排队我要等好久，那我还要跟中国大陆这么多人去分享我们的医疗资源，那听起来就相当的危险。还有，其实中国人连自己有时候都不相信自己的医生，还要开放中国医生来帮我们看病，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大家自己去想好了。好，我想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吴医生跟黄医生对我们解析的相当多，其实要谈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我想呢，期待有下一次就是能够，我希望能够有更加突破，让民众更了解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就想今天是开了这扇门，同时今天呢，台湾的司法也做出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我觉得这值得恭贺。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资讯。台湾民众应该知道的知情权，在未来也希望两位能跟我们再继续分享。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吴欣岱医生以及黄世维医生为我们讲解这么清晰有关这次的事件，那同时也给台湾民众一个很好的提醒。谢谢两位，非常感谢，谢谢，感谢邀请，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吴医师，谢谢黄医师，谢谢。好，我想今天呢，大家就是我们聊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换妻光的死亡真相，以及台湾人在中国面临人身安全问题，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旦离岛建设条例通过，可能带来的健保的漏洞，还有隐私的风险。我想这些问题乍看一下，好像这个好像跟别人不跟我自己本人没关系嘛。比如说我不去中国换妻光，我不去中国做生意，就好像没事。但是正如今天2位专家说的，这些风险已经在渗透，而且在靠近，不是你只有身处险境的人才需要担心。那昨天举办的这个打击器官火灾的公听会，这样的公开讨论非常的重要，也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也会让更多不会在无知中遭受到伤害。所以最后我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对您有帮助，麻烦大家帮助我们分享在身边你觉得很在意的人，也让他能够有多一份安全。好的，感谢您今天的收看，离线前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